这一期我们讲酒局，以下全篇内容只给成年人且有商务谈判需求的人，仅供参考，浅谈一二。因为酒局本质上属于强目的性的社交需求，当你打开认知，酒局它就不再是无序的活动，你也会清晰地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好，我们开始。首先，酒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，它同时具备了社交、欢聚、助兴、消遣和解压5个方面的属性，并且酒能满足公众化和个人化2种需求，因此从商之人，酒局必不可少。会看人的可以通过一场酒下来迅速做出判断，给每个人打上标签。第一，我们先简单拆解一下酒与大脑之间的关系。酒精本身是通过改变神经递质水平来影响大脑的化学物质。神经递质类似于指挥全身各个单位运作的传导介质，因此酒精与大脑之间的影响是化学物质之间的必然反应。那我们的大脑大致可以分为大脑皮层、小脑、下丘脑、脑垂体和延髓。我快速地介绍一下它们分别负责的工作。大脑皮层负责思考活动和意识，酒精会抑制中枢系统，降低行为约束，延缓五官信息，最后抑制大脑思维，并最终产生信息混乱。小脑负责运动和平衡系统，酒后会让人无法达到肢体平衡。下丘脑和脑垂体负责激素分泌，在酒精浓度上来以后，它会控制兴奋功能和中枢系统，关闭思维和高感知系统后，原始脑开始主导人类行为。而延髓负责呼吸、知觉和体温等主要功能。当酒精浓度达到很高程度时，人会断片，会酣睡，会延缓呼吸，并且对外界温度无感。因此酒精具有极端危险性，它对大脑的破坏长期看是无法弥补的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嗜酒之人原本很聪慧，最后变得越来越呆滞木讷。在人脑的整体构造中，前额叶皮层、弓状束、顶叶皮层是酒精主要起作用的区域。酒精可以让大脑的高认知能力迅速下降，第一时间抑制甚至阻断前额叶皮层的工作，它是负责高级感知功能。同时，酒精能诱发多巴胺分泌，让我们处于安全感和愉悦状态。在阻碍高感知功能和处于安全感甚至愉悦的状态下，我们会忘却烦恼与恐惧，这都是属于高级感知。此刻，人类会愿意分享、主动交流、打开自己。我们会多言，而且随着酒精浓度增加，说出的话多半是潜意识里的想法。以上就是粗浅的解析酒精是如何影响大脑的工作以及带来的结果。第二，酒局中对方多半意图是识别你能创造价值还是满足需求。其一，快速增加信任感，缩短陌生人之间的距离，信任是合作和交易的基础。其二，互相观察酒后状态，看人的底线与德行。因为本篇是商务篇，所以在谈判层面上，我们的交易底线要尽量隐藏，并且看清对方的底线，靠近以及试图改变对方的底线。那交易底线是什么？其实就是筹码。因此酒局能叫局的都是有其特殊性，暗藏玄机。至于如何隐藏自己，看清、靠近、改变对方，我会出一期进阶篇。另外，酒局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的特殊场所。关于谈判的战略策略、人性层面和大脑运作原理层面，我也会循序渐进出一系列篇章。在稿前上，我们要做到有勇有谋，知天地人的规律，方可胜券在握。好，我继续。第三点，别人的酒局临时或中途叫你去就不要去了。我们不要当凑人头的角色，同时也反观能在中途叫你的人，以后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往来，因为他没有把你当回事儿，你对他是没有价值的。第四点，如果我们第一次与别人喝酒，尽量不要带外人，如果偏要带，也只带自己人，最好是一位与项目有关的合伙人。酒局最忌讳有毫不相关的外人在场，这种行为会让所有人都不舒服，属于完全不懂事儿。第五，
酒有2种意图，一个是增速，一个是减速，要么加速人与人之间或项目的推进，要么就是放缓你与他人的关系或放缓项目的推进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在上酒桌前先有个大致判断，是奔着加速来的还是放缓来的，有便于展开我们后面的打法。第6点，酒局上人多不谈事，人少偏重要，因此超过与项目有关的核心人物过多其他参与者的时候，这种酒局我们就不要参与了。第7，重要的事儿喝小酒，不重要的事儿喝大酒。越是重要的局人越少，选的地方越私密，环境越不热闹，酒也不会往高了喝。所以我们反过来看也一样，就是人越多越热闹，一般酒还往大了喝，多半这种场是不重要的。第8点，往往不劝贵宾酒。如果你是贵客，你会发现在整场酒局中几乎没有人往死了劝你喝酒。如果你是女性贵客，往往对方会匹配几名女性陪同。所以这些话你们都可以反过来识别。第9点，酒的品类看规格，一般重要的场会主喝白酒，基本上也是某台某天，这也是上了一定年纪以及某些特定人群的主流品类。比较缓和一点的局会上红酒，也会拿红酒打前站或者整场贯穿。那一般红酒总体来说性价比会高一些，在正式场合南北方也有些许差异，比如洋酒、地方酒等。第10点，成年人的世界只要没有明确的表态或者给出明确的清晰可见的方案，那就是拒绝或者不赞同。所以我们在整场当中要去看对方是否明确表态。最后，高手招数细节。首先，绝大多数高手都在中后段发力。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啊。青铜段位，他们会放低杯子跟你碰杯，整场面带微笑。白银段位，并且他们会护送客人去洗手间，偶尔呢还会给你递一些纸巾，帮忙叫服务生换餐碟，帮忙挪开客人面前的小物品。黄金段位，在喝到后期的时候，适时将客人分酒器内剩下的酒帮忙喝掉，叮嘱客人的司机照看好客人，以及保障后面的安全。绝不上来就要联系方式，而是审时度势，看你进入酒精状态后，随着情感的交织获取联系方式。铂金段位，在后期依旧双手举杯，略微弯腰碰杯，永远控制说话音量，并且在耳边交流，与你碰杯时轻轻搀扶你举起杯子的小臂。钻石段位，他总是很专注地看着客人的眼神，并充分倾听，时不时微微皱起眉头，必要的时候还轻轻点头。整场不刻意把自己的观点抛出来，他永远在接客人的话，起到支持认同的作用。星耀段位，在使用手机的时候，刻意把自己的手机放在客人能看得到的地方，通过行为获取细节上的信任，并且他只放出1台手机。低端的人一下会在桌上放3、4台。最强王者就是他没有名片，纯靠酒桌沟通，把我是谁，我有什么价值，我可以做到什么，怎么做，什么时候能看到结果，以及前3步我们如何开展合作，通通简单直接的阐述清楚。在整场酒局中，他不刻意，不强求，并且追求合作共赢，越往后越强调此事此项目的弊端，强调稳步前进。总结，最强王者在进攻局当中往往黄雀在后，反而以退为进，他不卑不亢，整场其乐融融，并且散发出人性的魅力。好，那商务局我先说这些，另外我还会做情感方面的酒局，敬请期待。想学更多吗？关注我，带你慢慢变好，慢慢变强。